Hello，嗨，默默，嗯，什么是蚕呐、蝉啊，蝉就是那种蝉蝉啊，蝉就是那个一种虫啊，就在树上，然后会叫那种喂喂喂喂喂，夏天就有的那种，不就是就那种蝉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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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不是啦，不是啊，蚕啦，蝉啊，蝉是禅宗的禅嘛，对不对？嗯禅，什么是禅？禅其嗯实这个说到佛法里面有禅这个东西，但是佛经上它又没有写什么禅，它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嗯，那特别的方式，嗯，这讲到以前哦，佛陀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在讲法，嗯那就有一次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嗯突然上台了，然后就这样。我这才几秒钟，但是他一站在那边哦，就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样，然后都没讲话。然后台下所有的人啊，他的徒弟啊，然后一些菩萨们哇，就在那边等。哎，佛陀怎么都不讲话，一直在等他讲，讲话讲话，讲话。那佛陀都没讲话。然后后来啊，佛陀没讲话，然后哎，看大家怎么都一脸期待，然后他要讲话这样。其实佛陀一直在传递一些讯息，让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后来佛陀没办法了，就只好拿一朵花起来，把这卫生纸啊当做一朵花好了。佛陀就拿起一朵花，这样。那我戴着面具没有微笑了啊，那佛陀呢就有点笑笑的这样。我示范，哎，你示范，你示范。对，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时候啊，然后台下全部的人都傻眼了。哦，下面艺术了啊，唔恭维，啊不讲话，然后突然拿朵花起来，然后笑笑的这样。这时候整个台下鸦雀无声，那只有一个人有反应，那个人叫做迦叶尊者，佛陀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徒弟。然后他看到佛陀拿着这个花这样，然后他也微笑了，他就对着佛陀微笑。然后这时候佛陀就看到他说：“迦叶，你懂了，好，这个法呢，以后就交给你来传。”然后这个就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就是迦叶尊者。这花可以拿。特合眼的正入笔了。那到底迦叶尊者他接受了什么？佛陀把一个法交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以后就传这个法就由你来传。然后这个法呢，就不在我们教团里面，这样子普遍的传，就由你来传，教外别传，就是在这个教团里面哦，另外传。就不在这里面传的。为什么？不是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吗？怎么不能传？也不是不能传，就是一个要学的，可能就去找迦叶尊者，然后个别指导之类的，就不广泛的去传这个东西了。为什么？不是越多人知道越好吗？因为你刚刚看嘛，没有需要知道的，没有内容啊。从头到尾，佛陀就拿个花，然后笑一下，然后迦叶尊者也笑一下，然后就结束了，就传完了。对啊，就没有内容啊，所以没有内容，既然没有内容，怎么跟大家说？所以就没办法传啊。这不是很简单吗？啊，佛陀这样子，那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所以禅就是开悟的意思。禅是让你开悟的一把钥匙，它就是一个开悟的方法，而且是最直接的，它并没有任何的方式。它直接让你去体会到背后的那个空性。所以开悟就是开悟，那禅就是方法。禅就是那把钥匙，然后就开悟。所以开悟是有方法的，是这个意思吗？开悟是有方法的，但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禅。那禅就是没有方法，所以它不是一个方法，它也不是一个境界，它什么都不是，就是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开悟，它就是抵达终点唯一的钥匙。那些追随佛陀的弟子为什么看到佛陀拿着花笑？那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啊？原来就是因为他们听佛陀讲了很多年，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些方式都是把他引领到最后一扇门。但是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理解。佛陀只是当时可能是在尝试一下，到底有谁能够受到这个法。那结果当场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到底是什么呢？禅到底是什么？开悟到底是什么？开悟我们之前讲过，要怎么样才会开悟？我们一直讲说不解释。刚刚这个剧情，佛陀做了这一件事情，他只是告诉大家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然后就没啦。然后谁能够领悟到？迦叶尊者就领悟到了，他回报佛陀一个微笑，告诉佛陀说：“我知道了。知道什么？
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就是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没有解释，它没有解释，所以这个动作是毫无意义的。当一切都毫无意义的当下，就是了。佛陀只是要表达这个完全毫无意义、没有解释的当下，就是开悟，就是禅。你只要契入这个没有解释的当下，你就到达了。那他用一个花来表示，其实他一开始就在表示，他完全不讲话，他就在表达这个完全没有解释的当下。那结果没有人领悟，都在等佛陀讲话。佛陀已经在传法了，要讲什么呢？佛陀把最深的法在那个当下都传给大家，没有人收到。佛陀只好再拿一朵花了。那有大部分所有的现场的人都要解释说，佛陀为什么要拿花？拿花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开始想了，一直想用哇，就用思想就在那想。所以这就是禅。最开始第一次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禅法的第一幕，就是这个场景。佛陀把这个不解释传给了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之后就发扬光大，再一直传。那传一开始当然他们都是在印度传嘛，所以传到了有一个印度人叫做达摩嘛。那这个人他不从印度传法，他从印度走很远的地方，然后到了中国来，然后开始传这个禅法，然后就传给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往下传。对，就是禅宗的由来。那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影片有一位观众啊，他说讲禅不是光讲文字的，而是要传递明心的状态，又是什么意思啊？就说两位禅字还不错，但是就是前面的什么明心什么，是什么意思啊？这位观众是说，我们说的文字禅说的不错，但是文字禅始终不是禅，它只是文字而已。他说的没有错，对啊，文字并不是禅的本身，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其实都是跟大家聊天，并不是禅的本身。那传递的是，他说是明心见性的状态。明心见性就体会到我们的真心，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性。那个本性就是我们意识的本身嘛。那他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是在传递这样的状态，而不是那个文字所表达的东西这样。那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大堆，其实为了只是3个字。墨子说了半天，其实就只讲3个字，不解释。那这个3个字不解释，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自己明白了，不解释的当下就是，那你自己当下就可以契入你自己本来就存在的那个本心、本性，所以这个传递的就是这个讯息。那他的意思是说，禅不是不能用讲的吗？不是光靠文字去讲的。他的意思是说，不是用讲的，是用直接，有点像，比如说，我站在我很深的观察的角度然后我直接传递出这种禅，这种明心见性的状态。我处在明心见性的状态，然后我把明心见性的状态传给大家，然后大家也领悟到了，然后这个就是禅。其实当初第一次佛陀的拈花微笑的时候，他还是用了方式去表达，所以迦叶尊者领悟到了。所以文字就是一个方式，它不是你需要去专注在上面。既然说不解释，你不会去用头脑想说我不解释，我不解释，我不解释，那你不是在一直解释吗？重点不是那个文字，每个人都有真心本性，每个人都是明心见性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其实那完全不需要去传递，就是我们认为说，我必须处在明心见性的状态，然后去感染你，它会有一个引力，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心本性。为什么？此刻我看到墨子在讲话，然后看到巧巧，我们看到这个双生紫燕的影片，那这个看从哪里来的？有没有看？有。那看到什么？看到紫燕的这个频道的影片。那如果我们不解释紫燕频道的影片，那不解释了，那剩下什么？剩下那个看，你看到的就是你看的那个觉察的那个意识的本身，那这就结束了。意识本身本来就在，你的明心见性，每个人原本就在，如何去让它显发出来，让你能够感受到你内在的原本的那个意识，就结束了。
它没有内容。所以不是说今天我处在一个很强的气功态，然后去感染观众，然后观众也感受到哇，好强的气功哦，我开悟了。不是这个东西。他的意思会不会像是我们不是有拍一部引导开悟的影片？是他说的是要你站在观察者的状态去引导吗？引导是一件事，就是重点是为什么我会有引导，会让大家进入一种不去思考、直接不解释的当下。所有的引导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进入不解释的当下。这时候不解释的当下发生的时候，我处在不解释的当下，这时候我会对大家会有一个引力，去把大家不解释的当下拉得更深，这个是一个作用，没有错。但是当大家没有存在于不解释的当下，我一定要去把大家引导到来到一个不解释的当下。那其实只要存在于不解释的当下，需不需要墨子的引力，其实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常常把自己保持在不解释的当下，然后你就会在某一个瞬间掉进去，就会开悟。不是一个另外去求得的一件事情，它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我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频道有一些影片会说，比如说开悟嘛什么的，会不会有一些人啊不相信啊，都假的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频道还有其他影片，并非是在说开悟的，然后就看我们的然后就好像，然后就看我们戴面具，就看我们的外表，就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就我们不是像很多大师都会这样。今天我们要来讲如何开悟。首先开悟，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进入非常宁静的当下，我们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看，也不要呼吸，也不要打嗝，这时候你就可以领悟到开悟。是像这样子吗？不需要这样吗？不要有情绪，不要。对，我们不会去把自己一定要放在什么很深的宁静，然后去传达这些讯息。讯息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够传达，没有那个一定要保持什么状态，然后才能传达讯息。这样是不是反而也是一种框架？它是一种框架。而且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本来就不是只讲开悟，就是我们是有给大家两个可以说方向嘛。两个方向。那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想要登出回家，你觉得现在很好啊，我还想玩啊，想要在这个虚幻的游乐场里面玩得很尽兴很开心，那很好啊。我们就会分享一些，例如说如何开启第三眼，如何治疗自己，治疗他人，如何怎样，因为这个游戏是活的嘛，意识创造一切，你要建立你的一套信念系统也可以，你要创造什么都可以。对啊，那我们就会分享这一块。那同时另一边就是，如果你不想玩了，你在这个虚幻的游乐场不想玩了，那你就可以不解释，然后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不是所有灵魂他都我好想要开悟，好想要回家什么的，他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啊，我死后还要当鬼王，我没有想要当菩萨，我比较想当鬼王。每个灵魂都有他想去的地方啊。对啊，还问我们说如何在鬼的状态修炼怎样。蛮有趣的。我们的频道讲的是可以很广也可以很深的，讲的很广的。但是很深的话就其实只有一条路啊，不是路啊，没有路啊，根本就没有路。无路之路，无门之门。尤其是在开悟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不讲多余的话。所谓不讲多余的话，就是没有其他一切的方法。对于墨子传递出来的讯息，就只有3个字：不解释。不解释就已经涵盖了整个开悟的精髓。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不解释呢？为什么你不像佛陀一样就拈一朵花就好？这个因为是我如果在一个现场，然后有一些人，那我体会到某一些人他已经处在不解释的边缘，那我可以去做一些方法，然后去让他掉得更深，然后直接体会到。但是面对镜头，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直接把你自己要如何去进行告诉你，你只要不解释，然后你自己就能够找到你的本性。其实我现在讲的更清楚一点，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开悟是什么啊？然后开悟之后体会到的到底是什么？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人活着一定会有
观察的、觉察的那个觉察，那也有被觉察的对象。比如说，现在我看着墨子巧巧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就是被我觉察的对象，而我就是那个觉察，我觉察着影片，影片是被觉察，所以有一个觉察的，一个被觉察的。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刻都有这样的两个方面。我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做梦，然后我打坐的时候，就算我脑袋停了，我看不到我有思想，那我没思想了，这时候我看到什么？一片漆黑，或者看到宁静，或者看到圆满，或者看到什么，或看到一个感觉，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定是被我们觉察的对象，一定有觉察跟被觉察的。那觉察到底是什么呢？被觉察可以千变万化，世界所有的现象都是被觉察，包括我们的内心、内在所有的感受、情境，都是被觉察的。那如果想要开悟的话，就一定要宁静吗？不能有情绪吗？当然不是啊，不是吗？我们现在就在讲说，一个是觉察，一个是被觉察。被觉察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即使是你的情绪，哇，我好生气，我看到我自己好生气，那生气只是被我自己觉察的对象。那我看到好难过腰酸背痛或者很忧郁、很闷很烦。我看到我很烦，那烦是不是就是我觉察的一个对象？不管你觉察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现象全部都是被我们觉察的对象，外面的是，内在的也是。所以对于觉察来说，一切其实都是外面，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感受，包括我们的情绪等等，全部都是外面，没有所谓的里面，全部都是外面。那觉察的本身一直在那里，并没有动过，觉察着一切的发生。你说觉察是外面哦？觉察着一切的发生，它不是外也不是内。那其实所觉察的并没有内外，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外面。我们站在觉察中心，觉察着一切，这一切包括所有的现象，连情绪什么都是。那所以你刚刚说到开悟是不是要很宁静，然后没有想法，没有情绪，没有烦恼，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美好，然后很平静，然后甚至连想法都没有，这样才能开悟，是不是？其实不是，不是哦，完全不是，这完全搞倒反了。那不是很多人打坐啊、禅定啊，都是要开悟，不要有念头，不要有情绪。打坐是为了进入不解释的当下，而不是消灭那些情绪，这个就是一个误解。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做了半天他也没有开悟的原因，他会进入一种很安定的定境，但是他就不是开悟。开悟其实非常简单，刚刚我们讲到说不解释的当下，然后你就看到了意识的本身。其实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觉察就是意识的本身，它一直觉察着一切现象。但是我们唯一不能觉察就是它的本身，我们看不到它的本身。那刚刚讲到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明心就明白我们的真心，真心是什么？就是这个觉察。见性是什么？见到我们的本性，就是这个觉察。明心见性就是看到了这个觉察，觉察到觉察的本身就是开悟，觉察到觉察的本身就是明心见性，觉察到觉察的本身就是成佛。那当然成佛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一段时间消化才会成佛，但是这个东西你看到了它的本身，你就是已经登出了游戏。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登出游戏，我们现在讲得更清楚，你觉察的这个作用不是觉察现象，而是觉察到这个觉察的本身，啪就是登出。这样就大家很容易了解。那为什么墨子要说不解释？现象是因解释而存在的我好烦，烦就是一个解释。你对所有现象都因为解释而存在。我在觉察，我在觉察也是一个想法，也是一个信念。不解释我不解释，我不解释就是解释，不是吗？所以放掉所有的解释的时候，现象是因为解释而存在。所以当我们的觉察看着现象，我看到现象了。当现象你对现象不解释的时候，就是无所住。无所住，现象就不见了。你看一个瓶子，然后你对那个瓶子没有解释的时候，还有瓶子吗？没有瓶子。那被觉察的对象完全不见了，剩下了觉察的本身。你这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觉察的本身。你唯一存在还是有觉察，你觉察是不会不见的。当被觉察的现象消失了，剩下来的时候，你觉察到什么？你就觉察到觉察的本身。你发现了意识的本体，你完全亲眼目睹了意识的本体，开悟了。
见性了，神性被你看到了。讲完啦，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不能讲的，每个人可以去探索。当这些道理不懂的时候，你很难去探索，你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哇，我追随了各种师傅修炼各种方法几十年，到底怎么开悟？就是很多可能名师大师就说哦，开悟就是某种境界，对啊，神通或是怎样怎样。好，我进入很宁静的当下，然后我眼前出现很美丽的宫殿什么，那些还不是被我觉察的对象？我看到我很宁静，也是被我觉察的对象。我即使看到我没有思想、没有想法的，我知道了我没有想法，这个知道没有想法，仍然是一种被觉察的对象哦。你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我入定了，我没有想法了。虽然这个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信念。你知道了这件事，知道这件事就是被觉察的对象，还是被觉察的对象。所以你一定要没有被觉察的对象，你才会看到意识的本身。但是道理大家都明白啊，不解释不解释，但是要如何做到真正不解释啊？到底要如何做到呢？这为什么要如何做到？做才需要做如何做到。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我要做伏地挺身。那伏地挺身要如何去做？那有方法啊，你可以告诉我啊是怎么做。去做一件事情才需要方法。你说不解释啊？不解释不是在做一件事，为什么要方法呢？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才需要方法，不管我们做世界的任何一件事情，开发第三眼也好，都需要方法，你都需要一个方法去啊，我到底怎么做才能够达成？但是不解释它不是做法，它偏偏是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管。那我的工作怎么办？那不用管吗？那我吃什么？我不用吃饭吗？你吃饭的时候去吃饭啊，你工作的时候去工作啊，跟不解释有什么关系？那我吃饭不就知道我在吃饭？那怎么不解释？你吃饭也可以不解释，你就吃；你走路也可以不解释，就走。那没有解释，不是说什么想法驱动身体呢去行动吗？先有想法再行动。那不是，一切都是被你所看到的现象而已。那你对那个现象没有解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这还是在运作。你呼吸还是可以呼吸啊，你不是因为不解释就不能呼吸，那就挂了。我们走路把它变成惯性，比如说我从这边要往前走，我在散步，走路本身是一个作为，但是当我对这个作为不去解释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为。当它失去了那个意义的时候，解释就不见了。这时候你走路也可能会开悟，你吃饭也可能会开悟，你洗澡也可能会开悟。当然，你可能工作上有些东西需要思考的，你必须动用你的思考，那没办法，那真的跟不解释无关。但是我们生活中太多事情，我们坐捷运，我们走路，我们吃饭，洗澡，甚至唱歌，其实任何事情，好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不解释。那讲话呢？跟人家沟通啊？讲话没办法，你一定要用左脑。所以就是左右脑的差别啦，对不对？连右脑都要跳出，但是右脑是比较偏向解脱的，左脑是完全进入小我的运作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我开悟了？这不需要知道啊。怎么样知道自己真的开悟了？自己不可能开悟，我们做一件不解释的事情，然后开悟就会自己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开悟。也不是你知道你开悟了，其实自己不可能开悟，你是被开悟吞掉了。所以吞掉之后，你连自我感在那个时间都没有，你怎么会想说自己开悟不开悟呢？也没有开悟这两个字的解释，也没有自己，所以没有这件事了。我说真的没有开悟这件事。开悟是你又在游戏里面玩，然后你试图去表达这件事情，你必须说一个说法啊，开悟啊什么的，就是哪里来的开悟？可是这世界上确实是有一些开悟者啊，就被开悟吞没的人，那他还会跟人家说话，还会用左脑小我，那他不就又变成没开悟的状态吗？不是开悟的状态。那个是你的人物，跟你觉察的那个位置是毫无关系的。你已经从人物小我的这种角度，原本我们是站在小我去面对世界，你已经从小我人物的这个设定上，你站在那边已经跳回到觉察的这个地方，你只是站在觉察的角度去看世界。我是觉察，
一切是被我觉察，包括我的人物什么。这时候我就可以利用人物去表达一些事情，但是我这个站的地方从来没有跑掉。这个就是开悟的人，所谓开悟的人，其实没有开悟的人呐，那个人还是原来的人，他不是开悟的人哦。只是他站的角度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而不是永远站在永恒都站在观察的角度来面对世界。人物是他操控的，那他可以让他讲话，然后去跟大家传递讯息。但是人还是原来的人哦，这个人不是什么所谓开悟的人或智者或者什么佛啊、神啊、菩萨什么东西，这个他就是原来的人啊。原来的人就是原来的人，所以没有所谓开悟的人。开悟这个怎么可能是开悟？原来的人就是原来的人啊，只是他站在更超然的一个角度，观察的角度去控制这个，去告诉大家事情。那当这个人曾经被开悟吞没过，后来人物又慢慢浮现了。所以被开悟吞没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也没发生啊，他只是离开了自己原来的角色。所以他就会一直保持这样吗？一直保持这样，但是在很深以前，他随时有可能会被拉进去，然后暂时体会不到，但是很快他又跑出来，又觉得只明白，原来我刚刚消失了一会儿。为什么又会被拉进去？因为他站得太近，这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到，刚开悟的时候距离还是比较近的，就很容易会暂时因为太沉迷于人物的感觉而掉进去。就是刚开悟的时候，然后慢慢就会很难拉进去了。它一定会慢慢越来越深吗？一定会越来越深，不会越来越近，或甚至融入在角色吗？又跑回去角色？有可能的，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来说，你如果很有兴趣再继续你的人生，那你都可以把这个也舍弃掉，完全融入人物，然后在人物里面继续玩。你可以把这个观察者的角度的立足点移回到你的人物，然后你全然的用人物去进行游戏，没有问题的，这是可以决定的事情。可是不对啊，那既然都说开悟就是没有心念无我，就是没有内容，那怎么又会我还想要玩游戏，所以我又融进去？游戏的设定全部在人物身上啊。所以是那个人物想玩。人物想玩啊。是人物想玩。对啊。这是一体的嘛？你可以。你站在觉察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只有观察而已，其他想与不想都是人物的设定，跟这个无关。你可以在人物的一个决定，让观察者角度移回人物，而让人物继续玩，可以的，没有问题。那这样不就是都是人物在控制那个觉察？我今天想就站近一点，我今天不想就深一点。没有所谓人物控制觉察，觉察控制人物，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展现，都是我们意识的展现。人物也是我们意识所显化出来的，而不是在意识之外。一切都在意识里面，并没有意识。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梦里面嘛，梦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意识里面，不管是决定谁决定，人物决定，观察者决定，什么决定，任何一个决定其实只是梦里面的决定，而不是在梦之外能够有一个决定。被开悟吞没过的人，那他会有一个，比如说特质吗？不会啊，有什么特质？人物就是原来的人物啊，为什么要？就人物可能会变得比较宁静。那也是他的一种选择，他可以选择玩得很疯，更疯，因为他没有任何束缚了。他知道一切其实只是游戏。他站在游戏外，以玩家的角度来玩，他可以玩得更疯啊。怎么样的更疯？所以你可以去做极限运动，你也不怕死。平常我就会怕啊。就是说他的个性会不会比较宁静？因为我看很多开悟者，他都是很宁静的。因为他选择了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他选择了一直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一切只是一个发生。那每发生一个情境的时候，他都会对这个情境的解释更加消化它，更薄弱，所以他会站在一种让人物看起来只是看而没有做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宁静是显现出一种一切都是随波逐流，一切只是看而不去特别去反应，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一种宁静。那开悟者会生气吗？会有很大的情绪吗？人物当然有情绪啊。人物有情绪，
但是你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你去看到情绪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对外反应啊。所以你看到自己生气，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生气，然后生气就没了。然后下次你又看到自己生气，然后生气又被你看着，然后看一看，然后生气又没了。他不会去骂人啊什么的，不会这样子做。其实他也可以选择这样做。可以选择骂人哦。可以。可以，所以开悟者也可能骂人。有些老师、大师，然后脾气很大，但是他那些脾气很大是为了教育他的徒弟，所以他搞不好是真的生气，而不是假的，不是装出来。我的老师假装生气，但是你说那些老师是开悟者吗？我说如果是，如果是，他其实是有可能真的生气的。其实你不用，你想说，老师他是一个开悟者，八风吹不动，他生气是假的，其实他可以是真的生气。游戏人间为什么不能生气呢？那不是又说开悟就是八风吹不动，怎么又会生气？又有生气？八风吹不动是这个，你刚开悟的时候，你就会移到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以这个为你的生存的主要基调。这时候这个当然是八风吹不动，因为风在外面，并不在它，不是它，什么风都吹不到它。你站在这里的时候，绝对是八风吹不动。那你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你站得很观察者的角度，你不管人物的感受什么，你不去玩它的时候，它真的是八风吹不动啊。然后你看到自己的生气，然后你看着那个生气又不见了。你看着自己不开心，然后不开心一下被你看到又消失了，它就一直消化。所以什么风对你来讲，其实真的吹不动，因为你只是看，但是你还是可以去玩的。那这样说，真的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那他会不会也可以变成可能是杀人魔啊、邪恶的人啊、扮演邪恶的人啊？不会啊，这样有什么意义？他只是在消化他的信念而已。他为什么要杀人？他如果看到自己想杀人这个念头，也会被他消化掉啊，他也不会去做啊。所以绝对不会，就算他可以生气，但是也不会去做伤害灵魂的事情。不会啊，他为什么要去做一件让别人很痛苦的事？他是一个不需要被满足的，因为他知道小我只是一个虚幻的，而且小我是他利用的工具而已。所有我们进行的坏事都是用来满足小我而已。他是一个不需要满足小我的人，他怎么会去做坏事？今天我去杀人，搞不好是为了抢他身上的钱，或者因为杀人而产生快感都好，都是为了满足他的小我，满足欲望也好，感受也好，满足什么都好，是为了满足，所以他才会去进行一件所谓邪恶或者坏事，然后来满足他。当他不需要被满足，一切是他消化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去做这些事，也不会去做啊。可是你说过，就是真正的菩萨一定都是被开悟吞没过嘛？对。那你说菩萨有百千亿化身，他有可能扮演坏人来考验人，不是吗？那不是做坏事，他是做好事。他是做好事。所以，对啊。好人的坏人，表面上坏人的好人。如果毒打你一顿，然后你会因为这个事件，然后更趋近于你开悟，搞不好菩萨就会变成一个人来毒打你一顿。真的？那你感觉哇，有个坏人，然后对我施暴了啊，人生实在是无常啊，我还是好好修行好了。那这样那个菩萨，其实那个坏人搞不好就是一个菩萨。我领悟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那这样子，就其实每个人都是菩萨，对不对？每个人在自己面前都是菩萨，都是来让自己学习的。每个人都是来让自己学习，每个人的高我都是菩萨，可以这么说。他就是要让你去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学习到一些，对啊，就借由学习，你更深入自己的内在，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本性。所以，如果有时候遇到坏人，他不见得是真的是坏人，他可能是菩萨，不见得是真的是坏人啊。每一个能让你学习到的过程的人事物，其实都是菩萨。搞不好菩萨变成一颗石头让你踢到。对啊，就菩萨为什么一定要变人呢？他可能变一只动物，或者变一棵树，或者变一个什么都，他化身其实千变万化的。他不一定要变成人呐。而且你不是说菩萨是最好的演员？那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都是大菩萨，已经百千万亿化身了。一般刚开悟的人也没有这种。就是大菩萨可能几地，就八地十地这样的，可能化身为什么卖口香糖的阿伯。对啊，他们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卖口香糖的阿伯，那他就是可能会考验你的爱心嘛，会让你从这件事情有一些领悟，或者去考验你等等都有可能。那个卖口香糖的阿伯，他会知道自己是菩萨吗？
他就是菩萨变，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好演员啊。好演员啊。对呀。那真的是完全不会被看出来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得出来吗？没有，看不出来。都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它不是一个伪装嘛，它就是那个东西，对啊，它变成石头的时候，它就是石头。你从能量上来感知，它也是石头，它不会是别的。可是不是啊，都说它是菩萨，那能量一定很高吧？不是。不是吗？不会这样哦。百千万亿化身的意思，我可以变成任何东西，所以我可以变成一个能量低的个体，而不是我能量很高，化妆成能量低的样子。它不是只是那个样子，它整个都变成那个。对呀，所以完全察觉不出来，真的是，大菩萨去幻化出来去的化身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菩萨，你完全看不出来，你从能量也看不出来，从任何一方面你都没办法去知道。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搞不好路上的乞丐，人家你踢他几下，搞不好菩萨变的。对呀。然后你就如果一个普通的乞丐跟菩萨化身的乞丐。踢哪一个那个业会一样吗？出发点业是看出发点嘛。对呀，但是菩萨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业的作用会作用于这两个人之间。如果他是一个菩萨，他来给你一个考验，那你去做了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个业报啊，但是这个业报不见得是会很重的，或者会有很大的反应。他只是来给你一个测试这样。但是相反的，如果他要来帮助你，搞不好他会借由一个事情来给你帮助，那你帮助了他，你得到的回馈会难以想象这样。所以啊，大家真的要多多做善事啊，做好事。对啊，有时间就是多做一些好事这样，不要偷偷的啊，反正没人在看。今天上班啊，被老板骂，真的是超生气的，没有地方发泄。看到一个乞丐，踢你几下，或是骂你几句，你这个脏乞丐。所以没事不要乱踢人啊。刚刚讲禅，然后讲到了菩萨什么的，其实禅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禅最重要的就是去直接看到我们意识的本身，去觉察到觉察的本身。那这有一个很妙的方法，这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完全不解释，那你自然被觉察者消失，然后那个觉察还在。他看到的整个就是意识的本身，你看出去就是意识的本身，你看不到别人。其实我们一切都存在，都是意识的本身。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意识的本身，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意识所显化的，一切其实都是意识的本身。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之后，当我们去解释它，它就变成不是那个意识的本身，而变成你信念中的那个东西。所以东西是我们用信念建构出来的。当我们不解释的时候，那个信念不在的时候，你直接看到的就是意识的本身。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瓶子，你也可以开悟；看到一只鸟，你也可以开悟；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开悟。那刚刚讲的是说不解释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其实跟不解释一模一样，但是它的思维是反过来的。怎么说呢？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到我生气了，哇，我好生气。我如果不解释那个生气，然后生气就变成不是生气，我看到的这个意识的本身、觉察的本身，那我找到了。另外一个方法是我看到生气的时候，我不去看生气，我马上想说，是谁看到生气？回头谁看到生气？我看到生气了，到底是谁看到生气？谁看到？什么在看着生气？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这时候你有一个去找那个看着生气的这个，你就有一个回头的动作，回头的动作，回过来去看我们生气的本身。我看到我生气了，然后这个当下我不去看生气的本身，我就去看谁看到这个生气，是哪个作用在看到生气，什么看到生气。我回过头来去看那个觉察的本身，觉察到生气，那我不去看生气，我去看觉察。这个回头的动作也能让你看到意识的本身。这个在佛法里面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这个意思。烦恼就是菩提。烦恼为什么是菩提呢？烦恼为什么就是我们成道的关键呢？为什么是开悟的关键呢？因为烦恼很强烈，生气很强烈。我看到我生气，哇，生气好强烈啊，在那边跑，在那边变化，很生气，哇，很生气。这时候我不看那个生气，我反过头回去看，我什么在看到生气？
你就很容易回头看，因为这个太明显了，因为它太大了，很明显，很明显，你就可以去不看它。我只要那么明显哦，我不看它，还反过头来去看那个觉察的本身，你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觉察的本身。所以在任何的烦恼里面，都可能成为你开悟的一个契机。想要开悟，是不是需要先使用右脑先呢？因为用左脑一直去想啊，要怎么做，就一直用左脑想，反而更不容易。那先用右脑，虽然说最后还是要跳脱右脑，但是先用右脑会比较容易。这个没有先后，也不是先后的问题。你用左脑就一定不会开悟，因为你会落在思维里面，你就去想，你正在想怎么开悟的时候，你如何不解释？你正在想开悟的时候，你如何回头去看那个觉察本身？这些动作都不是在思考里面。当你一思考，你就不可能可以解脱出来，你就会落在那个思考。所以左脑是一定不能用的。那右脑，你这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我看到我有一个感受啊，感受是右脑的事情，感受。那这时候我不看那个感受，然后去回头看那个觉察，这样就也可以跳出来。那或者我看到了感受，而我对感受的解释，我把它放掉，那感受就不存在了也可以看到。基本上你一定要先跳开思维啊，思维就是左脑的作用，左脑是绝对不可能可以开悟的。而且去思考开悟这件事也是荒谬的，就是思考别人有没有开悟，那更荒谬了。就是你有开悟吗？你不去安住在你自己内在，去寻求开悟的契机，你向外一直看，然后你看别人有没有开悟，或者有没有做什么，其实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唯一的帮助就是自己先开悟，然后你自己找到了之后，并且把找到的经验去告诉别人，就是这么简单。就还是其实他不想开悟，但是他想看别人有没有开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情，因为如果我看到别人如果没有开悟，他乱讲了，那我赶快去制止他。其实唯一能帮助到别人的，不是去做这件事，而是自己先赶快开悟。开悟了之后，你就可以明白对方是不是开悟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借由你开悟的经验，然后去传递给别人。这是唯一能对别人有帮助的事，而不是去求证说别人是怎样的。就是自己没有开悟，你怎么看得出来？你也看不出来。对啊，是不是开悟？就是可能他有老师吧。但是有老师可以看，但是很多老师也。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讲禅，就是让大家知道禅其实是最简单的。连佛陀当时表达禅的时候，他就是直接从不解释，然后就结束了，就是他让别人体会到不解释，然后去表达这个禅。那禅绝对不是一件复杂事，它绝对是最简单，简单到完全没有内容，一定是这样子。那外面有些所谓禅，就把气功啊、能量啊，然后什么能量水啊、什么方式，其他的东西都加进来，然后他也有说一些禅的这种道理，然后把气功啊、把什么东西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混合成一个新的方式啊，新的教派啊。是说可能是使用这些气功什么的帮助开悟吗？其实开悟是没有内容，一个没有内容，你如何用内容去帮助他呢？这是荒谬的。对啊，越没有内容才是越接近禅，你偏偏有内容，就离禅越来越远了。我还要去研究什么什么气呀，什么。如果你可以玩气没问题，那是你要玩什么都可以，你玩什么干湿水啊，你要研究什么很好啊，干湿水能帮助人体啊，但是你就专注于做那些事情，开悟在哪里？就不。开悟不是把一些内容然后加到禅里面，禅其实是没有内容的，就是应该是说是要放下所有东西，而不是学很多东西。对，把一些东西加进去之后，然后说它是一个科学性的禅什么，这个就完全违背了禅的道理。禅是没有内容的，你一旦把其他内容加到禅里面，禅已经不是禅了。所以怎么靠这个新的内容去开悟呢？它是已经远离了，所以这个是。它是一种，或许是一些对人体啊、对精神啊有好的方面，但是它其实不是禅。这个大家要去分辨清楚。但是会有很多人，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反正就会有一些人可能也不是很懂，就遇到一些老师啊、大师就很相信，那就会觉得
这个才是真理啊。那其他人都是假的，都。所以分辨其实非常单纯，就是从内容中解脱出来的那才是。如果有内容在里面的，那就不是。讲到禅，讲到开悟，它其实是没有内容。你从内容中解脱出来，那就是真的。加入一些内容的，那就不是。从这个方面去做判断了，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最近有一些说什么，那哪里啊？印度有什么大师，然后教人家开天眼，教人家如何发财，然后又说引导什么，那也是一样，就把很多内容加进去，然后说要让大家开悟，其实那就完全偏离了。开悟是没有内容，像我们讲就很单纯，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有内容的，一个是没内容。有内容的就是如何显化，那没有内容的就是往开悟这一边。对啊，就当然可以去教怎么开启神通啊，当然可以玩很好啊，怎么显化。但是说到开悟，那就不要把它混在一起，那就不是解脱啦。那你都说的这么浅显易懂，像我听很清楚明白啊，就是有内容就不是，没内容就是，那你这样讲，大家都能明白吗？当然大家都能明白，所有人都可以明白。我们在做的就是把很复杂的事把它简化，然后并且把一些古代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理解。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不就是把这支影片给所有人看，那都能明白吗？如果给我家人看，但是他要不要而已啊。对于一个他真心要开悟的人，他看了就会有帮助。就会有。他还在世间，他求财求什么的时候，你给他看这支影片，他也不会发财啊。所以应该给他看显化的影片，而不是看这个。最主要是看大家。那会不会有那种说想开悟的，但是看了我们的影片就觉得不是这样的人？那又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就觉得假的啊。那就是左脑的思考嘛。我们讲的跟思考无关，你跟信念无关啊。你就直接不解释，然后你掉进去之后，你掉进去之后，你也可以说啊，这不是开悟，不是我想要的，你不要都无所谓啊，而不是你没有走到，你没有去尝试，然后直接去用信念去说一些解释，那纯粹就是左脑作用嘛，小我的作用。其实搞不好也不是真的想开悟啦，就他可能对开悟有某一些他觉得其实有一些人会对开悟觉得说开悟是一个很有好处的事情。好处？对啊，开悟不会有好处。开悟没有好处啊，哪有好处？就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样就会更有钱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就还是以利益啊。对啊，其实开悟真的没有好处啊，好处是游戏里面的，跳出游戏并不会有好处。很多人好像很有一些框架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啊，真正的大师都是怎样怎样的，真正有灵性的人都是怎样怎样的，会不会有这种框架？这不就是游戏吗？就是你跟随一个很会赚钱的人，然后他带你通往致富之路，后来变很有钱。你跟随一个大师，然后他神通广大，然后带你到达一个神通广大的境界，都可以啊。这跟随什么都可以。你觉得大师应该是怎样，都可以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想法，这就是故事的内容，这就是一些戏码。但是这跟解脱出来一点关系都没有。游戏里面你爱怎么玩都可以，你爱跟随谁都可以，这就是游戏嘛。但是真的要解脱出来，不是要跟随任何人，对啊，要从自己里面去寻找。你跟随谁都没有用，真的不是跟随那种的大师就能开悟的，不是跟他就能开悟。我有我的大师名师当靠山，名师，冥想的名师。除非他是想玩一种徒弟角色的游戏啊，追随的游戏，那很好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当粉丝？都有偶像有粉丝，可以啊。有些人很喜欢当粉丝真的。佛教其实讲得很清楚佛陀说依法不依人，就是你跟随的是那个解脱方法，而你不是要去跟随一个人。其实这佛教里面讲得还蛮清楚的。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当个追随者粉丝也可以啊，那就是角色扮演嘛，那就去扮演啊，好好的玩这个扮演的游戏。就只是真相是这样啊，佛陀他应该也会有粉丝吧，就觉得啊好厉害哦。当然了，粉丝可多了，粉丝可多了，那也不错啊，就是他们就是想这样玩嘛，他们就是想很崇拜佛陀，佛陀也不会讲什么，也不会说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其实佛陀从来没有成立过佛教，这个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大家想说佛教就是佛陀所创立的，完全没有。佛陀当年只是他自己领悟到之后，然后讲给几个人听，那几个人又觉得很棒，然后又讲给别人听，然后来请教佛陀人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变成一大堆人。他很单纯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它不是所谓的佛教。对啊。所以很多人觉得，佛陀就是佛教，其实佛陀跟佛教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佛陀讲的是佛法，不是佛教，不是那个团体。对呀。后来大家聚集团体来，才参悟佛陀的道理，那没有问题啊。但是那个团体跟佛陀其实没有关系了。佛陀也没教大家要拜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也没有叫人一定要开悟吧？没有啊，你开悟是自己有意愿，然后去请教他，然后去听他讲解如何开悟，就是这样啊。他没有叫别人一定要开悟。其实这有点像这样啊，比如说开悟就是离开游戏，跳出游戏，就有点是醒过来的意思，觉醒嘛。那但是大家正在睡觉，这时候你醒了，那你要不要去叫醒对方？你看到对方正在做着美梦，你干嘛去吵他啊？对啊。对啊。他没有要醒啊，你把他叫醒，他搞不好会生气，会不开心。而且有些人也是装睡的，我就没有要醒啊。对呀。我就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玩装睡游戏玩得很开心，吵我干嘛？对呀，你干嘛把我叫醒？就像我有跟墨子说，如果我不想被开悟就吞没，我想玩。就如果哪一天你感觉我快要不见了，快要消失了，你就把我拉出来这样。其实是拉进去，就从快要醒过来的时候把他拉回梦里，这样不是拉。快要醒来拉回梦。对呀。对啊，我说你要拉我出来，我不要哦，我会生气哦，不要哦。对呀，所以这其实是个人的意愿。我就是想装睡嘛，根本叫起来。佛陀醒了，他不会去强迫别人醒过来。对啊。因为那没有意思啊。你自己想醒的话，你来请教佛陀，佛陀会跟你讲。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可能看到有一个人，你没有开悟啊，你根本就没有开悟啊，你可以更好，你可以开悟啊，其实都不用了。不用的呀。别人不一定想要开悟啊。对啊，你跟完全不懂灵性的什么的家人，然后说，妈，我有一套那个解脱的方法，真的可以开悟。你要开悟啊？要不要开悟？我可以教你开悟啊。怎么不要呢？解脱很棒啊！从这虚幻的游戏跳出来，其实不一定每个灵魂都想要解脱啊。对呀。对呀。从梦里面把人家吵醒是一件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应该是说有意愿的人，他自然来找你，你再自然告诉他，而不是一直跟人家说，我这里可以解脱，那你这里可以解脱，来，来呀，快点啊，来。然后还组织一个教派，然后还要募资，还要收钱什么的。对啊，就是要筹措资金嘛。可搞不好他真的是在做善事啊。有一些团体不是就是在做善事，就帮人解脱啊，真的在解脱，要募资，要租教室之类的。租教室？盖房子之类的。那就去租教室，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盖什么都是蛮有趣的一种现象。我们在这边聊一聊就算了。就是其实比如说有10个人想要了解解脱的方法，那这时候墨子跳出来应该做什么？我们大家凑钱去租一个场地，然后我们舒服的场地，然后大家至少有个场地嘛。那我们在那个场地里面，大家凑点钱租了那个场地，大家要吃饭嘛，凑点钱买便当，然后我就可以在那里传递这个讯息了，不就这样就好了吗？干嘛去盖一间很大的庙？我花了10亿8亿的盖一间庙起来，然后墨子才能在那里传递讯息？不用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是呢？士是一个从古至今，他就是完全离开世俗的生活，然后这些僧人在那里去寻求解脱，是这样子。他完全离开世界所有事情，然后只要一个地方，然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寻求解脱。这个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但是而不是去一定需要10亿8亿，然后才能去度其他的人这样。就改。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募资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看对方的发心啊。对方真的要做一些事情，他如果是一个解脱的人，其实随便一个场地都可以去进行的。应该是说，提出的这个人的发心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看
有时候他要去做一些事情需要比较多的资金，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而是有可能是只是为了吸金之类的，大家就可以去看得比较清楚。我只是要传达说，真的要去提醒别人怎么醒过来这件事，其实随便一个场地搞不好就可以做了，就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对啊，对，如果真的想要传什么讯息对像我们拍个 YouTube 影片也可以啊。对呀，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啊。就大家看就好了。对，我们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然后大家看这个影片也不需要花什么钱。那为什么像什么一些真正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什么法师啊、开悟者啊，那为什么他们不以拍影片的方式，而他可能会有开班啊、演讲什么的那些，为什么要面对面？面对面是更容易传递讯息。面对面是更容易传递讯息。只是他的学费只是用来他自己吃饭啊，以及提供大家场地啊这样的一个收费，那是没有问题的。他不是收的，因为外面收费实在这个差别太大了。一个人如果参加一个课程，我觉得几千块以内，然后比如说因为他课程不一定是1天嘛，可能搞不好2天，那几千块以内，然后主要是租这个学校啊，然后租一个地方啊，然后吃啊住啊什么，我觉得这些都算是合理。但是有些看到哇花几十万去参加一个课程，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对啊，就为什么要传递这些讯息要这么多的钱？